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李沁粉絲在哪裡？你們沁是真的不太會選劇本。從《紅樓夢》起點到流量賽道慢半拍，李沁手握多部女主戲，卻難逃掛件命運。七夜雪劇情散亂，一笑隨歌女主黯淡。她缺的不是資源，而是獨扛一番的破局勇氣。九十花突圍戰裡，敢賭才能贏。九十花女明星裡最可惜的大概是李沁了。出道的起點很高，早期資源也不錯，中期也有爆款角色，但後期發展乏力，很難躋身九十花 TOP 行列。她除了資源差點，也確實不太會選劇本。李沁是2010年的新版《紅樓夢》出道的，當初這部劇可謂陣容強大，楊冪、趙麗穎都曾在這部劇中打過醬油，戲份都不及李沁多。如今15年過去，三人的發展差距卻非常大。李沁早期也是被力捧過的，出道不久就演了《建黨偉業》這種級別的電影，還順勢拿下了百花獎最佳新人。在那個年代還是很流行都市愛情劇、家庭愛情劇之類的狗血苦情愛情劇，好多當紅女演員都在拍這類作品。李沁也先後拍了《守望的天空》、《璀璨人生》、《千金歸來》、《花開半夏》、《有效期限愛上你》、《如果我愛你》、《情滿雪楊花》、《幸福歸來》等影視作品的女主角。這些影視作品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狗血，但是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影視資源。在流行韓國演員進軍內娛的那幾年，他和魯明宇搭檔；台偶進軍內娛的時候，和明道搭檔；港語演員進軍內娛的時候，他和吳卓羲搭檔。這在當年就是很好的資源。但是那個時候的內娛流量演員也在悄悄崛起，歸國四子相繼回國，李易峰、楊洋等一代頂流開始崛起，85花集體進入仙俠和古偶賽道，仙俠劇開始崛起，並逐漸取代都市苦情愛情劇的地位。李沁進入流量賽道的步伐相對來說就慢了一步。2017年，李沁主演的《楚喬傳》開播，她憑借袁純一角也成功打進流量賽道，但畢竟只是女二，沒有自己的一番代表作，所以在流量圈依舊不吃香。接下來的幾年依舊是女二或者是二番女主的角色比較多，所以到現在她也一直有一個流量小生御用二番女主的稱呼。直到七夜雪和一笑隨歌，她終於再次迎來了自己的一番代表作。但是通過這兩部劇也能明顯看出來，李沁是真的不太會選劇本，兩個本子加起來都看不出她一番女主的高光在哪裡。首先是和曾舜晞搭檔的七夜雪，說實話，這部劇我是真的努力去看了，但是忍到20集實在忍不下去，最終還是棄劇了，完全搞不懂她要講什麼。女主所有戲份都困在藥師谷，唯一的執念就是查找當年滅村真相，復活自己的朋友。男主為了別人的孩子來谷中求治，不得不為女主出谷尋藥。為了凸顯男主的成長線，我以為尋藥的過程可能是升級打怪、突破重重阻礙的過程，但沒想到每次出谷尋藥都這麼兒戲，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藥給找回來了，象徵性的受點傷，然後回來被女主醫治。至於受傷的過程，基本都忽略了。所以這部劇不但女主沒有成長線，男主也沒有，男女主談戀愛的戲份也不甜，男女主搞事業的戲份也不燃。演了20多集，總感覺正片還沒開始，這部劇沒啥水花，實在是理所當然。對於李沁來說，這個一番劇本選得一般。李沁和陳哲遠的一笑隨歌是我覺得2025年比較好看的古裝劇之一，但是這部劇最好看的部分還是男主陳哲遠以及女二夏夢的角色。對於女主李沁的角色，確實就是個掛件女主。剛開播那會，感覺李沁演的女將軍還可以，至少眼神是堅定的，動作戲也是乾淨利索有力量的，不像其他幾個女將軍打戲軟綿綿，
全靠特效和後期。但是李沁的女將軍戲份也就止步於第1集了，再往後面都是與打仗無關的劇情，顯得她這個女將軍的身份有點單薄。李沁飾演的女將軍從第1集就被自己人一箭射穿墜崖後失憶，此後她一直在找回自己的記憶，並尋找被自己人背叛的真相。整部劇下來幾乎沒有任何成長線，也沒有特別大的家國情懷的追求，反而是男主的角色更加飽滿，既背負家仇，又背負國恨，還有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等多條故事線，相當精彩。女二作為女主的妹妹，異國的公主，從天真爛漫的戀愛腦，到被男人背叛，從養尊處優的公主，到為了父兄報仇委身於人，她小事驕縱蠻橫，大是大非面前絕對清醒的人設也很大女主，再到最後成長為異國女皇，她的故事線也要比女主的故事線好看很多。反觀女主這邊，一開始給了個第1女將軍的人設，但是並沒有用太多劇情詮釋她的強大，顯得女將軍的人設有點單薄。恢復記憶後愛上男主，自己沒有任何事業線，一直追隨男主的事業線在進行，陪男主一塊為母報仇，陪男主鬥男二，陪男主解救妹妹，陪男主回朝奪權，一直都是別人想要什麼他就輔助什麼，沒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這個女主完全就是掛件女主。七夜雪劇情差強人意，一笑隨歌劇情好看，但是女主的故事線非常一般，一方面是選劇的眼光不太行，另一方面是害怕獨扛。在能力範圍內，李沁應該是能接到一些一番女主作品的，但是大女主故事線好的作品，可能找不到陳哲遠、曾舜晞這種級別的二番男主，沒有平台力捧的男流量，平台就不會砸錢，可能也就碼不到特別好的拍攝團隊，所以只能拍一些小成本的本子，需要女演員獨扛。對於女演員來說，需要很大勇氣，對於投資人也是。劇本一般，但是只要被平台重視，那所有團隊依舊會努力托舉這部劇，播得再差也能營銷出一些水花。但是如果劇本不錯，沒有平台重視，那就只能主演自己拼命宣傳，再好的劇也很容易被埋沒。對於男演員來說，多拍幾部，拍着拍着人氣就上來了，不需要多強的代表作。但是對於女演員來說，想出圈，必須有一番代表作。陳都靈拍了這麼多作品，靠着小成本的《宴回時》殺出重圍，孟子義靠《九重紫火》爆出圈，李沁二番爆款作品好幾部，最可惜的就在於缺少一番待播作，所以他的處境一直都處於比較尷尬的狀態。與其在大製作裡鑲邊，不如破釜沉舟自己闖一闖。